中国高铁一向以稳定、高效、质量好等优点闻名于世。不过，受723永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影响，直到2017年才把时速提升至350公里。这些都源于对乘客安全的绝对考虑。那中国高铁究竟安全吗？近日，中国中车四方就做了一项试验来向大家证明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高铁对撞？2019年9月27日。山东青岛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在轨道车辆碰撞试验台上成功完成76公里时速真实列车对撞试验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高速列车最高速的碰撞测试。有网友笑称，这可能是目前史上最贵的车祸现场了吧？此次试验采用了2辆列车车头，其中一辆处于静止状态，另一辆按规定时速撞向静止车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车头最前端被瞬间毁坏，最外层的白色材料也四处飞溅。不过，别看外表被撞得惨不忍睹，但碰撞数据结果显示，两车机能结构变形可控有序，司乘空间依然保持完整，车辆防撞性能优异，也进一步表明了高速列车吸能装置的有效性，标志着我国高速列车被动安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据了解，此次试验级别高于欧洲标准，非常接近车辆实际运营状态。什么是列车吸能结构？它又能为高速列车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呢？吸能结构是一种列车保护装置，也被称为吸能组件。传统吸能组件主要由2个蜂窝板、2个固定摩擦板以及1个缓冲器组成。当发生高铁撞车事故时，蜂窝板中的蜂窝空心柱会瞬间被挤压变形。同时，摩擦板与缓冲器也会缓冲撞车力度，最终降低对列车的损坏程度。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的主流列车吸能结构。然而，近些年随着高速列车速度不断提高，其受到的气动阻力也大大增加。为了改善列车空气动力学性能，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，世界各国都在车头设计上采用了大长细笔的流线型造型。而且，随着未来高铁速度增加，车头的长细笔还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，这就对列车被动安全保护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不过，采用大长细笔的车头造型会带来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车头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，这使碰撞吸能结构的布置安装十分困难，最终使得速度与安全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。如何在车头内合理布置吸能结构，是目前世界各国面对列车提速的主要难点。此次中车四方进行试验的目的，就是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一种轨道车辆前端吸能装置。该技术也一举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。小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，对该吸能装置有了一个大致了解。中车四方的吸能结构中的吸能梁采用了5孔型材，并在吸能梁上安装了支撑隔板与导向结构部件，犹如一个3节液压泵。当冲击力来临时，5孔吸能梁会依次进行缓冲，最终实现稳定有序的冲击力吸收。此外，最末端还设置了车钩吸能结构与防爬吸能结构，作为最末端缓冲使用。总体算下来，一共有4节缓冲区，可最大限度减少高铁碰撞损伤。据了解，中车四方研发的吸能结构目前已经在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上应用，并经过了实车运营考验，后续将在国内上线的250公里以及400公里标准动车组使用。此外，以该技术专利为核心，中车四方还构建了碰撞安全防护系统专利组合，共申请专利57件，包括美日英德等海外专利21件。此次实车碰撞虽然看着非常心疼，但也为中国高铁安全做出了范例，未来的海外订单怕是要接到手软了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聊聊列车碰撞测试。为什么试验速度要设置成76公里时速？列车碰撞实验需要循序渐进。今年年初，我国完成了55公里时速碰撞试验，而76公里时速已经远远高于欧洲EN15277碰撞标准要求，也是世界上时速最高的碰撞试验。高铁不同于汽车，由于挂着车厢，而且自身重量非常高，如果以最高时速相撞，传统的吸能结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这种高速撞击也是白白浪费2辆车头。未来如果研发出全新的吸能结构，或许碰撞时速会往更高方向迈进。